你是否体会过人性最深的恶意？在《恶意》这部作品中，东野圭吾抛开了传统推理小说的固有模式，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谁是凶手的谜题，而是一场令人窒息的心理较量。凶手身份很早就渐露职业，但作案动机的真相却如同套娃一般层层展开，剧情反转、反转再反转。你好，我是乐乐不分的白枣，欢迎来到我和博内的频道。这期节目主要分为2部分，一是小说故事梳理，二是个人对于小说的解读。熟悉小说的小伙伴可以选择看这里。小说开始于男主人公野野口修的手记。4月16日，一个周二的下午，野野口修前往挚友日高邦彦家中。两人从小相识，日高邦彦是获奖众多的畅销作家，如今正准备移居加拿大温哥华。野野口修也心怀作家梦，但境遇显然更差。他先后在3所学校任教，直到今年辞职。他作为作家出道是在3年前，工作是为一份儿童小说杂志写稿，而这份工作也是日高帮忙引荐的。野野口至今还未以自己的名义出版过书。回到手机中的故事，此时日高不在家，在日高家的庭院内，一株8重樱正值花期将近。野野口遇到了一位形貌特殊的女性，她过分专注地审视地面的举动，引起了野野口的怀疑。当日高回家后，他向野野口说明了这位女士的身份，她是住在附近的新建太太，而她的出现与一起令人不安的事件有关。原来新建太太的猫最近死去了，疑似中毒，而他因为日高发表在杂志上的一篇主题是被猫困扰的散文，怀疑是日高投放了毒饵。更令人震惊的是，日高竟无比平静地向野野口说出了事实，真的是他杀了猫。他在院子里放置了掺有农药的猫粮，杀猫动机看似实际。这栋房子因猫粪问题很难出租，而在准备移居加拿大之际，他选择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日高云淡风轻地点起一根烟，说着这一切。而之后，藤尾美弥子的造访又将事态引向了更为复杂的方向。藤尾美弥子是故事另一位重要人物藤尾正哉的妹妹。藤尾正哉是日高与野野口的初中同学。藤尾美弥子来访的目的与日高创作的小说《禁猎地》有关。这部作品以藤尾正哉为原型，详细描绘了一位版画家的一生，包括其学生时代及其恶劣暴力的行为，以及最终被妓女刺死的结局。藤尾家族，尤其是其母亲和妹妹，对这部暴露家族隐私的作品强烈不满，要求全面收回和改写。藤尾来访时，野野口便离开了日高家。日高妻子李惠把野野口送到门口，道别后目送野野口到下一个街角。野野口回到家工作了片刻后，童子社的编辑大岛准时来访。这次会面的目的是讨论稿件。之后，日高打来了一通意味深长的电话，他向野野口表示有重要事情相商，约定8点见面。日高的语气显得有些沉重，但并未透露具体事由。随后，野野口和大岛一同前往附近的餐厅用餐。然而，当野野口准时在8点抵达日高家时，等待他的是一片漆黑的房子，大门紧锁，无人应门。这个异常情况促使他联系了住在皇冠酒店的日高妻子李惠。在等待李惠期间，他在附近的咖啡店阳灯消磨时间。当李惠抵达时，他们共同发现了悲剧画面：工作室的房门被反常的锁上，打开后，两人看到日高倒在工作室内，已经死亡。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工作室的电脑仍然开着，显示着他正在赶稿的连载小说《冰之飞》。警方很快介入调查，主要由破田警部带队。而令人意外的是，野野口还遇到了曾和他在同一所初中共事过的前同事加贺恭一郎。这位曾经的社会科教师，如今已经转行成为警察。通过谈话，案件的轮廓逐渐清晰。而案发现场的关键发现有以下几点： 1. 日高的电脑仍处于开机状态，显示着冰之飞的内容。2. 死因是被电话线勒死。3. 后脑有重击伤，凶器是一个黄铜正指，所以推测凶手先用正指击打后脑，再用电话线将其勒死。另外，案件的主要时间线如下：下午5点左右，藤尾美弥子离开日高家；6点后，日高给野野口修打电话，说有事相商。死亡推测时间，警方初步判断在下午5点到7点之间。在送野野口回家的警车上，加贺与野野口进行了更多交谈，表面看似平常的叙旧闲聊，实则是加贺在进行着更细致的侦讯。加贺特别关注到2个细节：第一，日高正常写作速度是每小时4页，即便是赶稿，也最多只能写到每小时6页。这个信息与案发时间的推断以及电脑中未完成的稿件页数形成了某种关联。第二，加贺突然提到了冰之飞中的人物，这个正在连载的小说和电脑中未完稿的内容似乎引起了他的注意。当晚归家后的野野口回忆着这对于自己人生而言极为特别的一天，显得有些怅然若失。于是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他准备将这一切体验与细节用手机的形式记录下来，并想一直书写到真相大白。以上是小说第1部分事件之章野野口修的手记。
1到3小节的主要内容，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叙述视角是来自爷爷口修。4到6小节之后，故事则会来到第2章疑惑之章，加贺恭一郎的记录，视角将切换到加贺，而多重叙事视角的交错运用，便是小说恶意的一大亮点。东野圭吾在这部作品中展现出了惊人的叙事掌控力，他并非简单的让不同视角依次铺陈，而是让各个视角之间产生微妙的碰撞与矛盾。不可靠叙述令原本看似确凿的事实开始松动，由此制造出扑朔迷离的悬疑氛围。回到故事，案发后的清晨，日高之死已登上各大头条，媒体对案件的报道与事实大致相符，但刻意略去了爷爷口修作为发现者之一的身份。然而电视台记者却已经掌握了这一信息，从清晨开始就不断造访爷爷口的住处。面对媒体的纷扰，爷爷口始终保持克制，仅在被问及与日高的交情时简单作答。这天，李慧打来电话向爷爷口道歉，因为担心媒体的骚扰给他带来了困扰。李慧在巨大的悲痛中依然保持着对他人的体贴，在爷爷口看来，这是一种非凡的坚强。这里的叙事还解释了一些李慧的信息，她是日高的第2任妻子，婚姻仅持续了1个月。李慧原本只是日高的书迷，因工作关系相识，继而发展关系。娘家经营货运生意，经济条件优渥，案发后暂住在娘家。傍晚时分，加贺警官与同事木村再次造访爷爷口的住处。2位警官邀请爷爷口共进晚餐，但这顿饭其实另有深意。他们选择了爷爷口前1天就餐的餐厅，目的是核实爷爷口的不在场证明。警官们喝咖啡，爷爷口则另外点了热牛奶。晚餐期间，案件的更多细节浮出。细节1：日高在被害前写下了27页稿件，以他平常每小时4到6页的写作速度来看，这个数量异常的多。更令人费解的是，他曾告诉妻子李慧要写到半夜。细节2：日高烟瘾很大，因为吞云吐雾，他工作时房间里就像在进行除虫。细节3：加贺额外关注案发现场的灯光状况。爷爷口解释，虽然从正门看不到工作室窗口，但可以通过工作室窗户旁的8重樱来判断。如果室内灯亮着，站在门口就能看到樱花。细节4：在分析案件性质时，加贺否定了入室盗窃的可能。3把钥匙分别在李慧和日高身上，而且若是惯偷，不会不知道屋内已经搬空。他倾向于认为这是一起熟人作案。另外，当爷爷口询问日高遗体解剖结果，想了解具体死亡时间时，加贺显得相当谨慎，最终婉拒继续详谈。晚餐结束后，爷爷口提到自己正用手机记录这起事件。加贺表示非常有兴趣，并要求借阅。爷爷口表面上显得有些勉强，不过还是同意了请求。在交付打印的手记时，爷爷口还承认自己隐瞒了一件事：日高曾经杀猫的秘密。案发已过去2天，日高的葬礼在附近的寺庙举行。在葬礼人群中，爷爷口意外发现了一个特别的身影——藤尾美弥子。通过对话，爷爷口得知，在日高被害的那天，藤尾美弥子曾就《禁猎地》一书与日高谈判，要求他收回作品并公开致歉。这本书暗示其已故哥哥曾对少女施暴，触及了藤尾家属们最敏感的神经。尽管日高表示愿意解决问题，却坚持不想违背创作理念。而又由于日高即将移居加拿大，谈判最终以一个模糊的承诺告终。日高答应到达加拿大后继续与他联系。当天傍晚，应加贺的约，爷爷口来到那家熟悉的餐厅。除了交付新的手记，爷爷口喝着热牛奶，2人又还展开了一场对话。对话中又有多个重点。重点1：加贺特别关注爷爷口手记中提到日高在谈话时抽了1根香烟的描写。当爷爷口表示记不清是1根还是2根时，加贺却异常肯定地说：“不，就是1根。”重点2：爷爷口接着提出了关于藤尾美弥子可能作案的推理。他或许在离开后又折返，从窗户潜入，躲在门后伏击，用正指击打日高后脑，再用电话线将其勒死。重点3：加贺指出了一个关键疑点：为什么凶手要关掉所有灯，以制造无人在家的假象，却单单留下电脑开着？因为通过实验，加贺发现电脑屏幕的光线相当明亮，在窗外隔着窗帘都能隐约看到。谈话结束后，爷爷口觉得加贺似乎掌握某些信息，但却未向自己挑明，一丝疑虑出现在他思绪中。接着小说叙事来到加贺视角，案件有几点令加贺特别关注。首先，日高的死亡方式令人深思，他被自己书房里的正直击杀，这个看似随机的凶器选择，暗示着某种突发性的暴力。一个蓄意谋杀者不会如此即兴行事，因此加贺推断，这或许是一场临时起意的谋杀。然而，案发现场的细节却又与临时起意的推论相悖。日高家的大门和工作室都被上锁，其中大门只留有日高夫妇的指纹，自李慧5点离开后就一直锁着，而工作室的门上发现被刻意擦拭的指纹痕迹。
显然是凶手在掩盖自己的存在。这些细节指向了一种可能：凶手是从窗户潜入的。接着这一推论又引发了新的疑问：为什么一个原本无意杀人的人要从窗户闯入？而如果是为了偷窃，日高家明显并无值钱之物可偷。权衡这些矛盾后，加贺得出一个假设：凶手当天2次造访日高家，第一次是正常拜访，但在离开或者说假装离开后，内心已生杀意，故而改从窗户潜入。另外，关于嫌疑人有以下重点：案发当天只有2个人造访过日高家，藤尾美弥子和爷爷口修。藤尾美弥子有完整的不在场证明，5点离开日高家后，6点与未婚夫和媒人会面，而爷爷口修声称4点30分离开，6点与编辑大岛讨论稿件，8点才再次前往日高家发现案件。但是法医鉴定结果动摇了爷爷口修的不在场证明。根据死者胃中半消化的汉堡判断，死亡时间应在5点到6点之间，最晚不超过7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爷爷口在案发当晚表现出异常的兴奋和多话，这被视为真凶的典型表现。加贺对爷爷口的怀疑还源于他写下的手记，这份看似完整且富有说服力的记录，反而因其精心构造而显得可疑。加贺认为这可能是爷爷口利用他们昔日同事关系精心设计的陷阱。除了物证，最令人不解的其实是作案动机。调查显示，日高不仅不是爷爷口的仇人，反而在工作上多有提携，可以称得上是恩人。加贺回忆起在中学任教时期的爷爷口是一个极度理性的人物，他处理问题永远遵循先例，近乎机械般的冷静。一位英语女教师则认为这源于他对教师职业的抗拒，渴望成为作家。接着，叙事试点切回爷爷口。4月21日上午10点，加贺警官造访爷爷口住处。加贺开门见山地表示要搜查房子，并逐步展开了犯罪剖析。首先是死亡时间的矛盾，法医鉴定显示，日高死亡时间在5点到6点之间，并不需要把范围扩大到2个小时。但只有一人证明日高在6点之后还活着，那就是爷爷口，因为他声称在6点后还接到日高电话，而这个电话除了爷爷口本人，根本无人能证明是日高打来的。其次，现场遗漏了关键细节。一个烟头，日高工作室烟灰缸中只有1个烟头。以日高烟瘾极重的习惯，独处工作时通常会连续吸烟，但他这次却只抽了1根，并且房中还有充足的香烟存货，1包开封剩14根，另外还有3整包。这说明日高不是主动没抽烟，而是已经抽不成了，因为在李慧刚出家门后，他就已经遇害。接着，加贺指出另一破绽。爷爷口手记写着，李慧是在院门口目送他离开，而实际上经过确认，李慧是在玄关门口目送爷爷口。加贺继续道出爷爷口不在场证明的真相。当天爷爷口虽然表面离开日高家，但实际上是在与李慧分别后折返日高家，使用书房里的证纸作为凶器杀害日高。行凶后立即设定电脑在6点13分自动发送传真到自己家，接着关闭房内所有灯光，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在晚上再来日高家时声称家里一片漆黑。而之所以保持显示器亮着，是因为主机需要处于开启状态，如果只关掉显示器，反而容易引人怀疑。至于证人和那个电话，也都是爷爷口的诡计。爷爷口回家途中联系编辑大岛，突然改变交稿方式，要求当面取稿。接着则是表演阶段，爷爷口当着大岛的面接听自动发送的传真电话，假装与日高通话，其实听筒只有传真的信号声。之后爷爷口按计划提到日高家，假装发现无人应门后联系李慧，最后与李慧一同发现尸体，而且还趁李慧不注意删除电脑通讯记录。这些布局看似完美，但是也有漏洞，漏洞便是电话。如果日高真的给爷爷口这里打过电话，那么按下重拨键应该会再次打来，但电话并没有接到这里，而是打到了加拿大温哥华。李慧回忆，案发当天早上6点，日高打过电话，应该就是打去温哥华。虽然理论上日高可能在给爷爷口打完电话后，又尝试拨打到加拿大，但考虑到时差，一个刚因考虑时差而特意选择在清早通话的人，不太可能在加拿大正值深夜时再次去电。至于日高电脑里并支飞的原稿，加贺推断是爷爷口早就写好，存于软盘，并导入日高电脑，以制造不在场证明。当爷爷口问及加贺是从何时开始怀疑他的，加贺的答案是第一天晚上。爷爷口曾特意问了2次警方推定的日高死亡时间，第一次是第一天晚上，第2次是在餐厅吃饭时。由此加贺确信，他想知道的并不是命案的发生时间，而是警方推断的死亡时间。最终，当所有证据指向确凿，爷爷口修选择认罪。然而，他的表现出人意料的平静，仿佛卸下了长期伪装的重担。准备被带走出门时，加贺和爷爷口脸上居然都露出了自然的笑容。
至此，案件表面上的真相看似揭开。看过原书的小伙伴可能会发现一个很诡异的事，因为此时的叙事内容其实才占整部小说的30%左右。显然，完整的故事远没有那么简单，而之后才是整个故事的核心——动机。叙事又切换到加贺的视角。野野口被捕4天后，对于杀害日高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唯独对杀人动机三缄其口。他一直坚称这只是一时冲动的鲁莽行为。加贺在调查中发现，动机似乎与冰之飞的原稿有关。在野野口的文字处理机硬盘里，确实找到了原稿，而案发当天他带去日高家的软盘也在书桌抽屉里。但这引发了疑问：为何野野口会事先准备好原本应由日高完成的稿件？警方在野野口家中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搜查，并查获了更多物证：8册横线本、8张2HD 规格软盘，以及2册装订好的稿纸。这些全是小说作品。经过笔迹比对，确认是野野口所写。更令人震惊的是，软盘中不仅有冰之飞已发表篇章的原稿，还包含了多部与日高已发表作品完全相同的小说。虽然用词和文体表现略有差异，但故事情节几乎一致。到这里，加贺断言自己的假设无误，野野口修曾是日高邦彦的影子写手，而动机就是来自这层关系。之后在审讯过程中，野野口继续否认加贺的假设，而一件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野野口突然身体不适倒下，被送往医院，经检查发现他患有癌症，而且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腹膜，这不是初次发病。他在2年前就因相同症状做过胃部切除手术。令人费解的是，直到被捕前他都未就医，尽管按医生的判断，他应该早已察觉身体异常。加贺在医院探视野野口时，继续追问案情。野野口相当嘴硬，仍坚持认为自己只是在练习写作，通过抄写日高的作品来学习写作技巧。对于在他家发现的冰之飞后续情节大纲，他解释说那只是读者的自然联想。显然，这些解释都无法让加贺信服。日高理惠作为编辑，与日高共同创作过《夜光藻》，她坚决否认丈夫的作品是他人代写。但警方发现，在野野口的手稿中恰恰没有《夜光藻》的相关内容，实际上只有日高出道3年后的部分作品才在野野口处发现相应手稿。追查2人的渊源，7年前野野口修与日高邦彦重逢，随后1年日高以《不燃之焰》获得文学大奖，而这恰是最早与野野口手稿内容相符的作品。这部描述上班族男子出差时为烟花的美丽折服，成为一名烟花师的故事，被认为是日高写作水平的重要转折点。虽然编辑三村表示创作过程中日高确实表现出痛苦与煎熬，但加贺依然坚信野野口是日高的影子写手。之后的调查转向了野野口的异性关系，并出现了突破性进展，因为在野野口家中发现了3件关键证物：一条女款格纹样式的围裙，一条知名珠宝品牌的金项链，以及一份7年前的旅行报名表。表上同行者写着野野口初子，29岁，但查证后发现此人并不存在，这暗示野野口当时可能想带着某位女子假装成夫妻出行。更大的转折出现在照片证据上，在野野口的广慈院中发现了一张年轻女子照片，而经过调查，这位女性的身份令人吃惊，她是日高邦彦已故的前妻日高出美。日高理惠证实，出美是5年前因交通事故去世的，而野野口曾向日高理惠暗示过出美的死并非单纯的事故。调查继续深入，警方从多个角度确认了野野口与日高出美的关系。野野口最终承认，他们曾有过短暂的婚外情。这段关系始于他患感冒期间，日高出美来探望时，野野口说这是一时的意乱情迷，大约持续了2-3个月。围裙是出美留在他家的，金项链是他准备送给出美的礼物，而旅行申请表则是他们本打算一起去冲绳旅行时填的。除此之外，野野口家中还有他送的佩斯利图案领带，以及2人一同在银座挑选的麦森瓷茶杯。更耐人寻味的是，野野口对撞死出美的卡车司机关川隆夫竟毫无记忆，这让加贺推测野野口修认为日高出美就是自杀。之后，日高理惠向警方提供了新的线索，日高邦彦的行李从加拿大寄回，其中有7盘8毫米录像带和一把印有野野口指纹的小刀。情节的转折出现在第2天，日高理惠在《夜光藻》这本书中发现了被挖空的内页，里面藏着另一卷录像带，画面日期显示这卷带子拍摄于7年前的12月，画面对准了日高家的庭院和窗户。就在警方准备快进时，一个人影出现在画面中。接着小说来到野野口修的手机视角，野野口在医院病房中看着加贺带来2件关键证物，一把刀和一卷藏在夜光藻中的录像带前来询问。面对加贺近乎完美的推理，野野口修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能用自己的方式写下自白书，而不是采用问答方式记录，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案件本身，更牵涉到日高出美的名誉问题。
加贺同意了这个请求，约定第2天傍晚再来。故事随后回溯到7年前，当时的日高邦彦已是小有名气的专职作家，出版过多部作品。作为童年故交，野野口对日高的成功既钦佩又妒忌，因为他们年少时都曾立志成为作家。在日高的刺激下，野野口诉说着自己开始创作一部关于烟火师傅的小说《原之焰》。这个故事源于他儿时邻居老爷爷的经历。2年后，野野口主动联系日高，两人在新宿重逢。日高承诺帮忙引荐编辑，让野野口将完成的作品交给他过目。然而在收到稿件后，日高一再推脱，声称工作繁忙无暇阅读。经过漫长的等待和数次催促，日高终于表示看完了稿件，邀请野野口到他新购置的房子里详谈。野野口带着苏格兰威士忌作为礼物专门拜访。这次拜访令他邂逅了日高的妻子出梅。在他的描述中，从第一眼相遇开始，他就陷入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心动。这次相遇被他形容为感到自己终于见到命中注定之人了。不过另一方面，日高对野野口的第1部小说给出了不甚满意的评价，认为故事缺乏魅力，建议他另起炉灶。于是野野口开始着手创作第2部作品，但因过分在意读者反应而进展缓慢。期间他频繁造访日高家，表面上是以讨论创作为名，实则是为了一睹出梅的笑容。一次他甚至不请自来的造访日高家，借口是正好来到附近，实则是想看看出梅。那天他吃着出梅烤好的蛋糕，和出梅独处2个小时，他形容那是最幸福的时光。当野野口完成第2部作品时，日高仍给出负面评价，受打击的野野口因此病倒。没想到一位访客的到来，却让他感到难以置信的幸运降临了。门外的人正是出梅。出梅3次前来探病，病愈后，趁日高外出之际，两人去6本木的怀石料理餐厅用餐。随后那晚便是成长、革命友谊、意乱情迷，始于这一晚真正的爱。成长过后，出梅向野野口透露了一个惊人真相：日高对待野野口作品的态度背后暗藏玄机。根据出梅的说法，日高最初并不愿意花精力阅读野野口的作品，认为这会降低自己的品味。然而开始阅读后，日高却完全沉浸其中。以出梅对丈夫性格的了解，她如此专注的阅读，只能说明她被作品深深吸引。然而日高却始终对野野口表现出否定态度，这让出梅察觉到了丈夫的真实意图。她在刻意打压野野口，企图阻止他成为作家。出梅还透露，日高最近创作遇到瓶颈，几乎失去信心，这或许正是他心生嫉妒的根源。这些事项揭露后，两人的关系愈发密切。他们开始频繁在野野口家幽会，每次相聚时，两人沉浸在仿佛新婚般的甜蜜时光中。然而每到分别时刻，却又陷入难舍难分的忧伤。当得知日高计划赴美出差1周时，两人欣喜若狂，立刻计划了一场冲绳旅行。然而这场期待中的旅程，最终因日高行程取消而成为泡影。随着时间推移，出梅察觉到日高可能已经发现了他们的关系，开始减少与野野口见面的频率。在一次见面中，出梅说出了野野口最不愿听到的话：“我们分手吧。”他担心日高会采取报复行动，不愿野野口因此惹上麻烦。然而对野野口而言，与出梅分手是难以想象的事。他将教学工作抛在一边，整日苦苦思索如何摆脱困境，最终得出了一个极端结论：杀死日高。当然，出梅起初极力反对，但或许意识到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最终还是同意协助他。两人商定将谋杀伪装成强盗入室的形式。12月13日夜晚，野野口身着黑色服装潜入日高家，但他居然疏忽大意，没有戴上面罩。他通过未上锁的窗户进入工作室，发现日高躺在沙发上熟睡。这是他与出梅精心策划的时机。出梅在日高的食物中下了安眠药，然而当野野口举刀欲刺时，日高突然睁开眼睛，迅速制服了他。原来日高早已察觉他们的计划。日高利用录像带和留有野野口指纹的刀作为要挟，开始了对野野口长达数年的威胁和控制。这段不对等的合作关系中，野野口被迫为日高创作了大量作品。在出梅去世后，日高还以一份揭露出梅与野野口关系的手记相威胁。为了不让这份揭露出梅秘密的手记公之于世，野野口被迫屈服，正式成为日高的影子写手，一共为其创作了17篇短篇和3部长篇小说。这些作品都储存在后来被警方查封的软盘中。在这段被胁迫的岁月里，野野口逐渐变得麻木，与日高发展出某种扭曲的合作关系。日高甚至为野野口引荐了专门出版童书的出版社，这或许源于日高对儿童文学缺乏兴趣，也可能暗含一丝愧疚。当日高因与李惠计划结婚并移居温哥华时，他表示愿意终止这段关系，但提出了一个限制条件：野野口只能写儿童小说，不得染指他的文学领域。在交付冰之飞原稿软盘的最后一次会面中，野野口终于鼓起勇气索要被日高夺走的原稿笔记本。
只要有了他们，野野口认为自己就能证明日高剽窃。然而，即使在归还笔记时，日高仍抱有戏耍野野口的心理。他暗示，即便有了笔记本作为证据，也无法证明抄袭事实，因为他可以反过来声称是野野口看到他的作品后写的笔记。这番对话让野野口彻底认清了日高的本质，他永远不会放过自己。随后便是那次对于日高的谋杀。案件情况与加贺的推理别无二致。野野口最后在手记中表示，他已经准备好接受任何形式的制裁。叙事再次回到加贺视角。5月14日，加贺恭一郎前往野野口的原工作单位市立第3初中调查。在与学校的语文教师藤原及校长的会面中，他想了解野野口作为日高影子携手期间的情况。藤原透露，从去年秋天开始，野野口就开始提早回家，甚至不再参加2周1次的语文教师例会。虽然野野口对工作态度并不热忱，但此前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随后，加贺在回程路上走进一家文具店，向店员出示野野口的照片，询问是否见过此人，但店员表示记忆模糊。5月15日，加贺与日高妻子李惠在横滨一家购物中心里的咖啡店会面。李惠1周前刚搬到横滨，试图远离案件的纷扰。在谈话中，李惠诉说了案发后所遭受的困扰，因为媒体大肆报道了日高抄袭作品的事件，大量读者寄来愤怒的信件，要求退还版税，还有人要求归还文学奖。而且野野口的舅舅作为代表还找上门来，要求分享过往作品的收益。加贺向李惠出示了野野口的手记，这份手记与其被逮捕后写的自述书不同，这是野野口在作案后为了混淆视听专门写的一份不符合事实的手记。李惠强忍着厌恶读了这份手记，在阅读后他指出了一个重要细节，案发当天野野口临走时送了一瓶香槟作为礼物。这个细节在手记中并未提及，这显然是加贺想要搜寻的遗漏线索。后来李惠将香槟放在酒店冰箱里，打算等丈夫工作结束后一同享用，但最终因案件发生而让酒店自行处置。加贺随后联系了酒店，证实了那是一瓶唐培里龙粉红香槟。该酒后来被一名酒店职员带回家，并在2周前饮用完毕。加贺恭一郎在回家后反复检查观看野野口潜入日高家的录像带，但未能发现新线索。5月16日下午，加贺来到横田不动产株式会社的池袋事务所，与藤尾美弥子展开谈话。藤尾提到，《禁猎地》这部小说的写作手法更接近纪实文学，而非虚构，文字中流露出对施暴者深深怨恨，特别是对主要施暴者的怨恨。藤尾美弥子最初认为小说主人公冰刚就是日高邦彦的化身，这本小说是日高用来报复他哥哥的工具。然而，当野野口声称自己才是《禁猎地》的真正作者后，这个解读就变得复杂起来。这让加贺注意到一个关键问题：无论是将野野口还是日高视为作者，书中都找不到与另一人对应的角色，这与野野口声称他们是好朋友的说法形成了明显的矛盾。随后，加贺开始重新审视野野口修的自述书，诸多疑点逐渐浮现。1. 日高以杀人未遂的证据要挟野野口，但这种威胁实际上并不稳固，野野口随时可能自首，而这对日高的作家生涯也会是隐忧。2. 日高出美死后，野野口依然没有反抗的原因难以理解。3. 录像带和刀具作为野野口杀人未遂的证据并不充分。4. 野野口描述的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显然不够真实。带着这些疑问，加贺购买了《禁猎地》并仔细阅读。小说开篇描写冰刚作为一名平凡的上班族，在某天早晨从报纸上看到版画家任克和在被刺杀的消息，由此展开回忆。在他初中3年级时，遭受了一系列残酷的校园暴力，被剥光衣服，用透明薄膜捆绑扔在体育馆，被泼洒盐酸，遭受拳打脚踢和语言侮辱。这些暴力事件突如其来，仿佛有一天突然打开了恶灵的封印一般。后来，任科强暴了教会中学的女学生，并试图贩卖录像带，被送去了相关机构。最终，任科在即将举办个展时被一名妓女刺死了。加贺认为野野口修与日高不会是好朋友，因为好朋友不会夺人之妻，不会想要和朋友之妻合谋杀掉朋友，好朋友也不会威胁朋友，强迫他当自己的影子写手。而对于这些困惑，加贺突然觉得可以用一个始终盘踞他脑海中的奇怪推理来解释。而这个推理闪现的时机，便是他看到野野口中指上被笔杆磨出来的老茧的那个瞬间。接着，小说来到非常特别的一章，这是加贺对野野口和日高，尤其是他们初中时代的相关人员访谈，引入了不同人物视角。2人曾经的同学林田顺一描述了初中时期的校园场景，班上的野野口经常遭受校园暴力，午餐被加料，
被勒索、被关进清洁工具箱。以藤尾为首的不良少年群体在校园内横行霸道。林田也曾被迫参与欺凌，将狗屎放入书包。新田智美作为当时的女班长，对这段往事讳莫如深。她否认知晓任何校园暴力事件，并恳请对其曾经的初中信息保密，暗示这段经历令她难以面对。老师远古雅俊的叙述则展现了另一面。远古记得野野口的语文成绩优异，虽然一度与不良少年来往，但在日高的帮助下重回正途。在远古眼中，两人是亲密好友。面包店老板广泽智代的证词将时间拉回到更早。广泽见证了野野口小学时期拒绝上学的经历，以及日高每天坚持接他上学的场景。野野口的母亲对居住环境表达不满，而日高则成为了帮助野野口走出困境的关键人物。寝具店老板之子松店行男提供了不同视角，他指出日高与野野口的关系并非平等，暗示野野口对日高心存芥蒂。更重要的是，他透露野野口的母亲曾明确禁止儿子与日高来往。高桥顺次作为前校园恶霸，承认了自己参与校园暴力的事实。他提到《禁猎地》一书中的描写与现实相符，并揭露了藤尾对他校女生的犯罪企图。野野口的高中同学三谷弘一回忆了野野口对母亲和居住环境的强烈不满。他提到野野口曾想转学，但未能如愿。野野口的舅舅藤村康治则从家庭角度提供了信息，他认为日高也需为这次事件承担责任，主张野野口应得到作品收益。他也证实了姐姐对居住环境的不满。藤尾的跟班中冢照夫起初否认认识野野口，后来承认野野口是藤尾的钱包。他透露曾将藤尾案件的照片借给日高查看，因为那时日高在以藤尾为原型写小说。最后，烟火师傅石村平吉通过孙女的转述，回忆起曾有儿童来观看他制作烟火的往事，虽然记得其中一个孩子的面容，但已不记得具体姓名。接着故事来到加贺的独白回忆，虽然通过对野野口和日高过去的访谈调查，搜集来资料如同散落的拼图碎片，但他也隐约看到事件全貌。他认为两人之间的初中霸凌事件是理解此次谋杀案的关键，而对校园霸凌，加贺也有实际体认。故事随后转入加贺10年前担任初三班主任时的经历。事件始于一次期末考试，英文老师发现后排5名学生的试卷出现相同错误，经过其他科目教师核查，数学科目也发现明显作弊痕迹。加贺将5名学生叫来询问，其中4人态度桀骜，唯有前野表现异常。当晚前野母亲来电，透露儿子浑身是泥，面部受伤。之后前野眼睛缠着绷带来上学，脸上有明显淤青，显然作为被人胁迫作弊的他，被另外几人欺凌了。暑假期间，加贺因忙于处理升学事务，未能及时介入。这段时间里，前野又被山冈等人勒索10万多块。到第2学期，前野成绩骤降，更遭受严重的校园暴力，头部甚至被烟蒂烫伤6处。加贺试图通过剑道训练来重建前野的自信。一次偶然中，前野对加贺练习的飞刀技艺产生浓厚兴趣。当山冈因盲肠炎住院时，加贺要求前野给山冈送去学习笔记，希望借此化解前野的恐惧。表面上这个方法似乎奏效了，暂时未再听说前野被霸凌的消息。然而在毕业典礼后，一个晴天霹雳来临，前野却因伤害罪被捕了。原来山冈等人再次围殴并羞辱了前野。前野爬起后去剑道场偷走了加贺的飞刀，找到正在玩电子游戏的山冈，从背后毫不犹豫的那把刀刺向山冈的左下腹。事后前野拒绝见加贺，其母亲转述说，加贺是前野在这个世界上最不想见到的人。最终加贺因这次事件辞去教职，他将此视为人生最大的失败。真相之章终于到来，这是加贺在医院病房对野野口的指控。加贺在医院探访野野口，得知他已决定接受手术。加贺认为野野口最迟在去年年底就已察觉旧疾复发，正是这个契机促使他开始谋划这起命案。加贺首先揭示了录像带造假的证据，通过分析庭院照片中的樱树影子，发现了关键破绽。7年前，日高家院中有2株8重樱，而录像中只有1道树影。这段录像极可能是野野口去年年底趁日高外出时拍摄的。接着，加贺指出了野野口右手中指上的茧。作为一个习惯使用打字机的人，这个握笔形成的茧暴露了他近期大量手写的事实。这个发现引发了加贺对那些原创作品的怀疑，而通过寻访当年的烟火师傅石村平吉，案件出现重大转折。石村证实，当年经常去看烟火的孩子只有日高1人，他完全不认识野野口。这个证词彻底推翻了野野口所谓童年回忆被剽窃的说法。加贺随后梳理了野野口的准备工作，从去年秋天开始，他收集旧大学笔记，将日高的作品改写其中，制作冰之飞的构思记录，拍摄伪造的录像带，收集日高出美的遗物，准备旅行申请表和项链等道具。他还趁日高夫妇整理行李时，将刀具和录像带藏入其中。
在案发当天，野野口精心选择了作案工具，他计划用日高的正纸作为钝器，配合电话线进行杀害。为防正纸被提前打包，他还准备了一瓶香槟作为备用凶器。确认正纸在场后，他才将香槟交给李慧。整个案件最令嘉禾震惊的是其反常规性。野野口不是在犯案后寻找脱罪之计，而是在确定会被逮捕的前提下，精心设计了一个看似完美的犯罪动机。他通过布置各种证据，巧妙引导警方得出错误结论，甚至连证物的发现过程都在他的算计之中。这不是一起冲动犯案，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野野口甚至反其道而行，将警察对有利于被告证据的宽松态度转化为自己的优势。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为什么野野口会这样做？为什么会选择为了被逮捕而捏造动机？嘉禾通过一张存储电脑数据的 CD 揭示了案件最深层的秘密。这张 CD 存储着一张极度不堪且恶劣的图像。在初中时期，野野口曾协助藤尾实施了一起强暴案，这段黑暗的过往成为了野野口心中永久的伤痕。作为校园暴力的受害者，他被迫成为施暴者的帮凶，双重身份给他带来了病态的精神创伤。当藤尾美弥子因禁猎地一案准备与日高对簿公堂时，野野口开始担心那张照片可能会成为呈堂证物。然而这仅是表面的杀人动机，实际上日高一直善待野野口，不仅重修旧好，还帮助他在儿童文学界立足，从未向任何人提及那段不堪的往事。此外，嘉禾还发现那起毒杀邻居猫的事件其实是野野口一手策划，并刻意在自己的记录中将其归咎于日高。通过手记，野野口成功地在警方心中植入了日高性格残酷的形象。这个精心设计的陷阱成为了他所有布局中最为高明的一环。通过调查，嘉禾认为野野口对日高的仇恨源于复杂的心理因素。少年时期，虽然日高曾是他的救命恩人，但这份恩情反而加剧了野野口的自卑感。当日高在文坛获得成功时，野野口的嫉妒之心更加深重。直到他身患癌症，意识到生命将近时，这份被压抑的恶意终于爆发。野野口精心编织的所有谎言和布局，其最终目的并非仅仅是杀害日高，而是要彻底摧毁日高的名誉和人格。他甚至不惜赌上余生，也要让世人对自己投以同情的目光，同时唾弃死者日高。这种难以理解的仇恨，或许连野野口自己都无法解释其中缘由。最后，嘉禾补充道：从你和你母亲过去的言行中，可以感觉到你们对日高先生和周边地区的人抱有偏见。不过可以断定，无论是滋生丑陋偏见的根据，还是与你们持同样偏见的人，在那片地区都未曾有过。你少年时代讨厌日高先生，或许正是你母亲这种不假思索的蔑视埋下的种子。我想，还是告诉你这一点为好。最后，我衷心祈祷手术成功，希望你无论如何都要活下来。毕竟法庭还在等着你。小说结束。恶意的单行本于1996年9月20日双叶社发行，小说也烙印着一些90年代中期的时代特征。小说开篇就是精准定位到一个日期，事情发生在4月16日，一个星期二。我特意去查了创作时间附近匹配4月16日是星期二的年份，发现1996年的4月16日就是星期二。小说中的诸多设定，比如作为关键作案工具的电脑，以及电话来源追踪的技术难度，在现在科技条件下或许难以成立，但考虑到时代因素，一些轨迹也就显得更加合理了。读完恶意，我真的觉得东野圭吾对于细节的处理非常巧妙，那些看似随意散落的细节，实则都是一些精心的设计。比如一个不是非常起眼的伏笔，小说中一开始多次提到野野口喝热牛奶的场景，无论是在家中使用微波炉加热牛奶，还是在餐厅几乎必点的热牛奶，这些乍看之下不过是对人物的日常习惯的勾勒。然而当我们得知野野口曾因癌症进行过胃部分切除手术后，这些零散的描写立即化作了一个精心布置的伏笔，完美印证了人物的医疗病史。另一处令人玩味的细节在于对日高死亡场景的描写，这部分的描写相当简洁。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作者风格，越是关键的场景，越要用异常简练的笔触勾勒。但后来我突然意识到，这段描写其实是出自野野口的手机视角。那么这种刻意的简略就显得意味深长了，因为凶手自然会有意识地回避某些关键细节，而这种省略本身就成为了一个巧妙的叙事技巧。作为东野圭吾4大杰作之一，恶意的独特魅力相当之多，包括但不限于颠覆了传统推理小说的套路，使谋杀并非终点，而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复仇开始。死亡不是案件的结束，而是揭开真相的第一块拼图。其次则是多重视角的巧妙使用，尤其是在加贺对野野口与日高过往熟人的探访中，
在描述每个人物视角时，隐去了加贺问询的台词，采取一种类似探案记录的形式，运用不同的语言风格，生动再现了各个人物的性格特征。有种说法相当准确地道出了东野圭吾恶意的作品魅力，他成功地将驼翁式的深邃心理洞察与阿加莎式的精妙推理技巧完美融合，创造出一部既有推理小说的悬念张力，又具备纯文学的思想深度的杰作。在这个反转重重的复仇故事里，东野圭吾用冷静克制的笔触描绘出人性中最深重的恶意。这种恶意并非简单的憎恨或愤怒，而是经年累月沉淀的具有毁灭性的精神力量。那种源自人性深处的寒意，足以让人不寒而栗。东野圭吾通过一句令人窒息的台词，揭示了人性中最原始的、最不可理喻的恶。那个主导霸凌的学生曾说过这样的话：就是因为看不顺眼，所以看不顺眼。正是这种深刻的恶意描写，对人性幽暗深处的无情剖析，同时又用严密逻辑进行有机编织的多重叙事，成就了恶意在读者心中无比杰出的文学地位。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大家对于广告赞助形式的理解，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视频见。